民国大总统曹锟在天津拥有多处花园豪宅，这很符合他四处会选、三妻四妾、二话不说、一心捞钱的人设。我们今天探访的地方就是他的边外豪宅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这个地儿是进步到曹锟旧居啊，现在我在他这个主楼的楼廊下边。其实咱们大天津有故事有历史的建筑物都不少，可惜不开放。你弄个10块钱门票让我们进去看看多好，对吧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。一会儿咱们就在这附近以及在天上逛一圈吧。这是进步到曹锟旧居啊，原来这个楼是主楼，这个小个的灰色的楼是进步到曹锟旧区的西楼啊。我刚才感觉也是，这么大的人物不可能就住这么一个小屋子啊。旁边那是主楼，嘛也没有，看不见。我查阅曹锟故居资料的时候，发现各平台的百科资料里一共列出了曹锟的4处豪宅。这4处豪宅分别是河北区的曹家花园、和平区河北路的大院洋楼、和平区洛阳道的2层洋楼以及民主道的1处洋楼。不过我在民主道航拍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挂着曹锟大名的房子，所以这第4处房产姑且存疑。我怀疑百科上说的可能是曹锟的弟弟曹睿的故居，这个正好在民主道上，要这么说就能对得上号了。而我们今天探访的是曹锟在河北区进步道的这处故居，这个没有被百科收录进去，所以我们将其归类为边外豪宅。进步道曹锟旧居现存3栋楼，分为东楼、西楼和北楼。这些小洋楼都是砖木结构2层，局部3层的结构。东楼是最大的一栋楼，门前有15级圆形台阶，门廊由3连圆拱券与埃奥尼克式廊柱构成。如果远看这栋楼，会看到一个大招牌，上边写着渤海商品交易所。看来这套故宅应该是被这个公司租用过，但是这个楼的大门现在也一直关闭着，没看到有工作人员出出入入，不知道是不是用来当仓库了。西楼的体量要小一些，而且从远处就能看到文保牌子，不像东楼得走到近处才能看出来。北面还有一个北楼，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过去，就只能作罢了。能坐拥这么多的房产，就说明一个问题，曹锟在捞钱这方面真的很有一手。举个例子，曹锟比较直接的捞钱方法就是卖官，比方说卖县长的头衔，大县长一般是1万大洋，小县长是8000大洋，单是这一项，曹锟一年就能够赚到100万大洋。我们看到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里，张麻子说自己买官的时候，在场的人一点都不惊讶，这足以证明民国时期买官卖官这种事儿都是家常便饭。曹锟不仅卖官还买官，他的大总统头衔就是自己给自己买来的，贿赂出来的。哪个议员给他投票，就给发一张5000大洋的支票。凭着超能力，曹锟如愿以偿当上了大总统。但在那个乱世，能不能把大总统这个位置坐下去，终归还得是拳头说了算。手握重兵的军阀冯玉祥头一个就倒戈背刺他，所以曹锟被迫下了野。几经周折后，曹锟留在了天津，当起了富家翁。后来日本人征召他出山时，曹锟权衡再三，没有出山给日本人做事，直到他去世时都是如此。总体来说，曹锟还算是一个正面的人物。一来他守住了民族大义，没有当汉奸；二来他贿选总统的时候，起码还是给人发钱的。但有些人就大言不惭地说，都发钱等于都没发。这么看，曹锟比那些人不知强了多少倍。一言以蔽之，不是曹的总统多优秀，全都是同行衬托的好啊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在天津民主道有一座600多平方米的意式小洋楼，前后共有2座楼。这里是知名剧作家曹禺的故宅，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现在在曹禺剧院门口，一会儿我们去逛一逛曹禺的故居，看看这位知名剧作家的人生往事。能住进天津租界的家庭绝非一般家庭，能在租界里长大的孩子也不太可能是平庸之辈。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，以及这一路的见识和眼界熏陶，基本上已经提前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譬如曹禺的生活就足以超越多数人的想象了。曹禺原本姓万，真名叫万家宝，后来他把自己的姓氏万字拆成了上下2部分，就变成了曹禺这2个字，这便是他的笔名曹禺的由来。曹禺的籍贯在湖北省潜江市，他的父亲万德尊15岁时就中了秀才，后来在洋务运动期间，他在张之洞的2湖书院进修过，也在军事学院读过书。
到后来给总统黎元洪做过秘书，还给曹锟当过中将。要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，曹禺就是妥妥的官二代。这样的家庭背景带给了他相对丰沛的物质条件，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创作方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家庭里就非常强势，曹禺的哥哥因为偷着抽大烟就被父亲亲手打断了腿。在他少年时期的记忆里，哥哥一见到父亲，那真的是大气儿都不敢出。所以在多年以后，在曹禺笔下的知名话剧《雷雨》里，出现了一个强势的父亲周朴园和一个懦弱的长子周平。这些传唱至今的人物形象，分明是他现实生活的映射。当然，造就曹禺的因素有很多，家庭因素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。真正带来深远影响的是他在南开中学的进修生涯。对于天津来说，南开中学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校，风头甚至盖过了南开大学。百年南开两总理，时至春秋万栋梁，这句话说的可是南开中学，其综合实力可见一斑。同样是上中学的年纪，我们还在刷题，而身在南开中学的曹禺就已经接触到了话剧艺术，甚至还亲自在话剧《娜拉》中担任剧中的女一号。你没听错，是女一号，货真价实的女装大佬。如果说要了解一门艺术，除了要看资料学知识之外，最好的方法还得是投身其中，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带着这一份热情，曹禺进入了大学，并在大学毕业的前夕写下了经典的话剧《雷雨》，并传唱至今。918事件之后，曹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中。此时此刻，他离开了天津的故宅，走进了全新的人生篇章。从那时起，故乡已在身后，世界近在眼前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也就此展开。但家乡的这套故宅却一直在铭记着过往的回忆。在2010年，也就是曹禺诞辰100周年，天津市河北区政府将这里改建为曹禺故居纪念馆，展出了500余张照片，恢复性摆陈了50余件家具、40余件老物件，以供后人在这些回忆里走进这位知名剧作家的传奇一生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30年代的天津市长陈克堪称是南北双方共同的团宠。北方的袁世凯赏识他，冯玉祥提拔他，南方的孙中山也关照他，但他仅仅当了1年的天津市长，便在任上去世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公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在这个地儿是30年代天津市市长陈克的旧居啊，现在这个房子里边不让进了，咱们就逛逛外边，看看外边它的风景。这是陈克旧居的牌子，这个小洋楼就是陈克的旧居。陈克出身于官宦家庭，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北洋大学堂，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读书。后来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。到了日本之后，陈克晚上去工厂打工贴补家用，白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读书。事情就是这么奇妙，大清本想给自己培养一些人才，没想到却亲手给自己培养了掘墓人。如果陈克没有去日本，也不可能接触到在日本活动的孙中山，更不可能加入同盟会。但历史没有如果，在孙中山的带领下，陈克也投身到了革命活动当中。根据陈克儿子撰写的资料记载，同盟会计划刺杀摄政王载沣时，同时派出了汪精卫和陈克2个人。为了避免被熟人发现，北方人陈克被派到了南方，南方人汪精卫则被派到了北方。汪精卫的故事我们都知道，刺杀失败之后，他被关进了监狱里，还不到1年就被袁世凯放出来了。陈克在南方没有刺杀机会，但是参与了广州黄花岗起义。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，但辛亥革命很快便点燃了全国，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。之前拉拢过汪精卫的袁世凯，这次又来拉拢陈克了。在1912年，陈克开始在新建的北洋政府担任内务部参议、总统府咨议。后来在冯国璋当政的时候，他的职务是内务总长兼司法总长。曹锟当政时期，他的职务是财政总长。我在标题里说，陈克兼得孙中山和袁世凯的赏识，实际上是说少了，要都写进去，我这标题怕放不下。他一介书生的工作能力能得到这么多人认可，说他是北洋时期的南北团宠，绝不为过。但是那个时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
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代。乘客所想象的太平盛世不像是这样，也不该是这样。在自我怀疑之下，乘客在1924年辞职并寓居天津，他的住所就是我们眼前的这栋小楼。这栋小楼的位置就在天津市河北区进步道。小楼是砖木结构2层，带地下室，建筑造型为意大利田园住宅风格。乘客在这里隐居了没多久，就在此被国民政府征召出山，并在1935年成为天津市市长。在任1年后病逝，享年58岁。在那个年代，信奉暴力的人很多，信奉金钱的人也不少，但像乘客一样信奉理想的人并不多。但正是那些有理想的人，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信奉金钱和暴力的人，也正因为此，理想者才显得格外珍贵，也值得被历史铭记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在河北区民主道有这么一所小洋楼，它位于华世奎旧居旁边，汤玉麟旧居对面。这位名叫程曦的户主是100年前的地产投资者，还亲身经历了一场英租界土地纠纷闹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在这个地儿是河北区民主道的程曦旧宅啊，一会儿咱们逛一逛这个景点。当然现在这里边根本就进不去，那咱们就直接上天。这是程曦旧居的文保牌，程曦旧居这个小洋楼就在华世奎旧居的旁边，民主道27号。这眼神差点看不见啊！前些日子我们探访了原天津市长程克故居，我们今天聊到的程曦其实都不算什么名人，只不过他恰好是市长程克的哥哥。若非如此，恐怕我们都不知道这号人。和程克一样，程曦也是河南开封人，也受到过比较系统的教育。他们兄弟的区别在于，程克在离开家乡之后走遍了祖国南北，还成为了南北共同的团宠。程曦并没有离开家，而是在家乡的邮政所任职。在弟弟程克参加同盟会时，程曦也尽力予以支持。当程克在北洋政府当官时，程曦这个兄长还主动找了过来，并帮助他处理各种繁杂的公务。在1916年，程曦就不再做官，而是来到天津定居了，一住就是38年。我们今天看到的程曦故居就是他住过的房子之一。你没听错，我刚才说的是之一。虽然程曦没什么名气，但人家可是坐拥多套房产的有钱人。现在民主道37到43号和北安道3到7号的整栋大楼，那全都是程曦的房产。别看那些地方住的人家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那都是租户，程曦才是他们真正的房东。这意味着早在1个世纪以前，程曦便凭借着家族的助力，开始通过房地产闷声发大财了。但在那个时代，任何民族产业都是举步维艰的，连程曦这种绅士背景的人都曾经被英国人摆了一道。那是在1922年，恰好是100年前的事儿。程曦在英租界买了一块地，打算在这里进行下一步开发。可办手续的时候，北洋官员一看文件，脑袋当时就大了一圈，因为地契文件上写，英国人许诺给程曦的土地使用权是999年。问题是，英租界它本身就是租来的，租期只有99年，多出来这900年上哪儿要去？在此之后，北洋官员和英国人前后交涉了好多次，也没有个最终结果。英国人就一口咬定999年是合法的，但是北洋官员就是不同意，99年是租界使用的上限，你再多用900年的话，就得给我们加钱。结果吵来吵去，这买卖硬是没做成。这就是程曦在英租界进行土地交易时遇到的999年租期闹剧。天津是9国租界，别的租界可没有这种幺蛾子，就英国人专门在租界给人挖坑，要么说他是公认的世界搅屎棍呢。光阴荏苒，很快就到了1941年，当英美向日本人宣战之后，日军很快侵占了英租界，后来把这块地方转让给了汪精卫政府，英国人的势力也化为乌有。这场999年租期的闹剧也就此平息了。这位地产大亨程曦在1954年逝世，他的家人在2年后将这栋小洋楼无偿捐给了国家，这便是这位地产大亨留存至今的物质遗产。他的故事也是一面镜子，他足以照出昂萨人的阴险狡诈与虚伪，以供后人警醒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天津书法名家华世奎原本是军机处的官员，后来放弃了2品的官位，回到天津卖字为生。在他做出选择之后，却在阴错阳差之间给天津城留下了丰沛的文化遗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现在在这个地儿是天津市的华世奎故居这边。
待会儿咱们在这边好好逛一逛，顺便走进这位书法名家的人生往事。北安到华世奎故居，看这个意思好像是没有开放啊。华世奎的祖上是江苏无锡人，后来举家迁居到天津，靠盐业发了家，成为了天津当地的富豪。这出众的家庭条件为华世奎幼年时期的教育提供了良好的保障，他自幼便开始临摹盐帖，寒暑不辍。书法的基础就是从那时候打下来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家学私塾读书，凭借自己的读书天赋，年轻的华世奎很快便脱颖而出。他16岁中了秀才，29岁中了举人，很快便在清廷之内担任了内阁中书，后来又进入了军机处，当上了领班张京。在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，他又升官了，官位最高达到了正二品。但是在清朝灭亡的前夕，华世奎预料到大厦将倾，于是他以省亲为名，从此弃官隐居天津，以清朝遗老自居。从此他再也没去当过官。袁世凯称帝后也聘请过他，伪满洲国也找过他，但华世奎的态度很明显，我干不了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辞官后的华世奎一直居住在这栋小楼里，在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之后，这栋小楼的外观倒是没有什么变化，但里边的构造可是大变特变。根据资料记载，这里边的楼梯是螺旋上升式的，上面还有悬空外观的楼梯，后来在整修之后都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楼梯也改成了直上直下的水泥楼梯。当初的旧构造是彻底没有了，我们也看不见了。不过这倒也还好，起码它还被保留下来了。至少时至如今，每当人们来到天津劝业场，都不难回忆起这位书法大师的往事。这话是在劝业场刚建立的时候，当时的老板高兴桥就曾经花了300大洋请华世奎写下了劝业场这3个字，后来觉得不妥，又请他加写了天津这2个字，而且还补上了200大洋，5个字500现大洋，平均1个字100大洋。这个价格贵是真贵，但华世奎的字儿仍然是非常抢手，只要老先生一点头，谁都得远接高迎，毕恭毕敬的来请。如果我们单看史料，看上面写着华世奎卖字为生，看起来好像很潦倒，实际上人家富裕得很，社会地位也非常高，说起来是卖字匠人，实际上是当之无愧的社会名流。身为顶流名人，华世奎为天津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，可以说是又出钱又出力。比如1912年天津南开学校命名时，华世奎不仅写了字，还捐了钱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天津人应该都知道，著名的教育家严修，他创办过一个名为崇化学会的机构。在他去世之后，一直是华世奎在主持工作，并将严修的伟业传承了下去。1942年春夏之交，79岁的华世奎溘然长逝，直到临终前，他仍然留着清朝的辫子，终身保留了清朝遗老的身份。但他留下的经典作品，不屈从野心家的气节，以及他兴办的很多文教团体，都是留给天津人的宝贵财富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个只保留了华世奎故居名号的小楼，能真正成为纪念老先生的场馆，那才是对这位侠义文人的最好祭奠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成，一起旅行。弘一法师李叔同一生的基调就是送别。年幼时送别慈爱的父亲，少年时送别深爱的眷侣，青年时送别原配的妻子，中年时送别异乡的情人。当他修行半生，行将圆寂时，又用4个字的谜语来送别这个世界，也在送别世间受难的众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在这个地儿是天津的李叔同故居啊，待会儿咱们带着大家从天上从里边逛一逛啊。李叔同在天津的故居位于河北区粮店街60号，这个地方就在海河的边上。这所故居陪伴他度过了青少年的岁月。他的父亲李时珍因为在石场上混得不行，所以只能辞了职，回家继承万贯家财去了。他们的家庭条件是什么水平呢？多年以后李叔同分家时，他二哥随手就给了他30万大洋，其家庭实力可见一斑。虽然家庭条件很好，但李叔同从未因此欣喜，因为在他5岁的那一年，钟爱他的父亲就去世了，这是他的第一次送别经历。从那时起，他便模模糊糊地意识到，虽然世间有无数美好，但没有哪种美好是永恒的。在李叔同少年时，他喜欢上了名伶杨翠喜，但2个人有缘无分，李叔同只能眼睁睁地送别这位爱侣。哪怕后来在家庭的主持下，李叔同迎娶了门当户对的女子于氏，还生下了好几个儿子，也从未能浇灭他心底的意难平。1905年，李叔同东渡日本求学，把妻子于氏和2个儿子留在了天津的老宅子里，这一去就是5年。可谁都没想到，李叔同回国时居然带回了新任的日本妻子。于氏没有说什么，
她在天津的这套老宅子里等待着丈夫回心转意，一等就凋零了一生。但这位日本妻子也没能守得余生的安宁。李叔同在39岁时从杭州虎跑寺正式出家，从此送别了所有的尘缘，决绝地离开了他的2任妻子还有2个孩子。他从这套故宅里所留下的所有欢声笑语都成为了人生的绝响。李叔同在圆寂的前夕留下了4个字：悲心交集。他这一生享受过无数的荣华，却又一直在不断的失去。虽然有很多倾慕他的人，但他却仍有无处诉说的悲心，那是无人能读懂的一片凄凉。正所谓惠及必伤，曾居住于此的少年李叔同其实早早就看破了人间世事。在他15岁时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人生犹如西山日，富贵终如草上霜。人生富贵无外乎是那些是非成败荣辱，这些都像草上结的白霜一样，一见到太阳就会转瞬即逝。我们很多人却将其视为珍宝，甚至不惜付出一生的代价，这值得吗？这个疑问一直伴随了他一生，但直到悲心交集的最后一刻，他才终于找到了答案。人生终将是失去的一生，无论舍得还是舍不得，无论早舍还是晚舍，终归都要迎来那场送别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从一开始就放弃拥有，送别之时自然毫无牵挂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看得比谁都透彻，或许这便是修行者和我们这些俗人的区别吧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天津河北区民主道的路边有一座非常气派的小洋楼，这里曾是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的取景地。房子的雇主汤玉麟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生死之交，也曾一度叱咤风云。他崛起于东北，败逃于热河，最终客死于天津。之前从这来来往往航拍过很多回啊，就看这个小洋楼那么气派，这是谁的故居啊？现在知道了，这是汤玉麟的旧宅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公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后边这个非常气派的小楼是汤玉麟旧居，一会儿咱们逛一逛这个地方。奉系军阀汤玉麟年轻时投身绿林，是一个好勇斗狠的山大王。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迹之前，曾经遭遇过土匪的袭击，是汤玉麟率众救下了他的性命，从此2人结成了生死之交，拜为兄弟。在之后的战争里，汤玉麟又多次救下了张作霖，2人从此便成为了真正的亲老铁。在之后的岁月里，张作霖逐步发迹，但他并未第一时间提拔汤玉麟，2人也因此分道扬镳。不过在旁人的斡旋之下，2人后来又重归于好。这一次，汤玉麟扶摇直上，不仅在奉军中的地位一路飙升，而且在军阀混战中屡立战功，一时间成为了奉军里的大红人。在张作霖死后，张学良将汤玉麟任命为热河省省长，这个昔日的山大王一时间成为了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，人称土匪省长。上位之后没得说，当然是敛财享受了。1930年，汤玉麟花了一大笔钱，在天津拿下了一座豪宅，也就是我们眼前的这座房子。这套小洋楼的建筑面积多达3000多平方米，内外极尽奢华。之前的袁世凯故居、冯国璋故居跟这套房子一比，全都黯然失色，可能也就拥有4套豪宅的曹锟能跟他掰掰手腕了。都有这样的豪宅了，是不是更应该努力保家卫国呢？没有。在日寇入侵之后，汤玉麟因为对张学良的命令不满，所以面对日军时不战而退，一枪不开，直接丢了热河。这件事儿是他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。说来不过是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。面对军阀混战时还算个将军，面对日寇时纯粹就是个纸老虎。这个人是投敌叛国吗？也没有。其实日本人一直想拉拢，但是汤玉麟一想起自己的盟兄弟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惨状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就冲着这份绿林义气，他也不可能去给日本人做事，这就叫顾小义而不顾大义。虽然汤玉麟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曾有积极抗日的举动，但他这个败军之将的名声已经臭遍街了，朝野上下一致反对他重新上台，所以后来汤玉麟只能被迫下野，并在天津的这套房子里闲居直到去世。现在这套房子成为了很多旅行者的打卡地，也成为了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的取景地。在电影里，司徒雷登望着对面的美国国旗缓缓降下，心头百味杂陈，而世界的历史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什么乱世军阀、大国威权，不过是历史的一抹云烟，转瞬即逝，只剩下故宅左近每个角落里的回忆供人瞻仰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天津袁世凯故居理论上是袁世凯的房子，
但是这个豪宅是在袁世凯去世2年后竣工的，这就意味着所谓的袁氏宅邸，袁世凯不仅一天都没住过，甚至一眼都没看过，四舍五入就是白白的担了个虚名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一定不迷路啊！我在这个地儿是袁世凯的宅邸，待会儿咱们从里里外外逛逛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，就感觉这个地儿特别像巨龙巢穴，里边看起来倒是挺华贵的，但是呢也挺压抑的。一会儿咱们逛一逛。在中国的近代史里，袁世凯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重磅人物。他在中国政坛纵横几十年，其中曾担任不少要职，其中的一个职位就是直隶总督，也就是京津冀这片地方的封疆大吏。袁世凯在任的时候，在直隶一带设立了巡警局，还引进了西方的司法制度，给实业家们组织了商会，甚至还建立了银行，并且在包括天津在内的很多城市里推动了近代化的制度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的思想是比较先进的。当然与此同时，袁世凯也没亏待了自己。在光绪34年，也就是1908年，袁世凯在天津的奥租界买下了一块地皮，并且委托外国的建筑师在这里给自己设计了一座豪宅。这所豪宅就是今天的袁世凯故宅。我们不难发现，袁世凯的这套房产和周边的房子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这是一座德式建筑，无论是它的外部构造还是它的内部设计，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德式风格，所以它在海河周边的建筑群里明显就比较鹤立鸡群。走进袁氏宅邸的内部时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虽然很华贵，但也非常让人压抑，这种感觉就像是走进了巨龙的巢穴一般。说来也不奇怪，虽然这个房子顶着西洋建筑的外皮，但这里居住的那些人信守的仍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东西，所以气氛压抑也是必然的。在艰难的革新道路上，袁世凯走得一帆风顺，也在朝野坐拥了很高的人望。可当他倒行逆施，复辟帝制之后，却很快走了下坡路。最终在举国上下的反对声浪中，袁世凯于1916年忧愤而死。2年后，也就是1918年，天津的袁氏宅邸竣工了。这事儿挺让人哭笑不得的。理论上这是他袁世凯的房子，结果他一天都没住，甚至一眼都没看着。据说这套房子在设计时，每层楼都暗设了小门，如果走出这个小门，就可以直通地下室，甚至直通海河岸边。目的也很简单，一旦发生了战乱，一家人逃跑就比较方便了。时至如今，我们都知道袁世凯的身后结局。当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，最终众叛亲离之后，就算有逃生的小门，这天下之大，他又能逃往何处呢？要衡量一个人的权势，就要看他能影响多少人，控制多少人。如果一个人在成长的途中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失去了对旁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，那他自然就会失去旧日的权势。无论有多少豪宅财产，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，仅此而已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成，一起旅行。